他孤身前来，看似算无一策，早有布局，实则以身犯险，孤注一掷。他所有的疯狂和冒险，都是为了你。现在，你已经彻彻底底的了解我，我所有的伪装跟面具，都在你面前撕碎了。怎么样？你现在还怕我吗？明明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也要记得活在当下。当日一别。当日自林子王府一别，已是许久了，你还好吗？一切如常，不必挂心。那日我那些话，初时不解，后来便渐渐想明白了。那字字句句看似决绝，实则都是为我好。张某在此谢过姑娘。哎，那时雪宁深陷流言风波，也多亏了张大人不计前嫌，查明真相，在朝堂上仗义直言，一直还未谢过大人。正好趁今日，多谢张大人。张大人曾说过，最喜关羽，想必今日该是欣喜。雨也有不同，滂沱暴雨直落而下，冲击太大，人也是会难受的。而这种雨便刚刚好，遇事泛涟漪，行过成点缀，就像人生中的小波折，经历过便自会明白。问过他了吗？什么时候来？他去找他了。先前听江大人说你回乡常住，没想到你竟是与谢少师和严家军在一处。此事眼下京中还不知，但你若继续随军，想必隐瞒不了多久。届时江家会如何，谁都无法预料。你是说，朝廷有可能会控制江家作为筹码？如今大秦西北尽在谢烟之手，也有数万重兵控守禹州，距京城仅一步之遥。于朝廷而言，无疑是头悬利剑。若继续僵持，真到万不得已之时，恐怕朝廷不会放着江家不用。多谢张大人替江家考虑，可我也要多问一句：如今圣上究竟是何打算？所谓的犒赏三军，怎么听都像一个幌子。难道圣上是想让他们回朝后再加以清算？圣心难测，况且还有薛氏一党的压力在。可若非燕家军，何来边关太平？若非谢威舍命周旋，何以斩杀皮南王？如今内忧外患皆被平定，圣上若是想要过河拆桥，岂非令天下忠良寒心？谢威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大钱和圣上，绝非私欲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谢威一心筹划想要铲除薛家，我也知道。可薛家千错万错，也该由刑部来审判，此为法度。而谢威如今的做法，无异于拥兵自重，威胁朝廷，身上有所戒备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并非是他，若你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，未必还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抱歉，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我本不该迁怒于你的。无妨，我只是希望谢少师与燕家能够尽快做出决定，回京面圣。只要他们回京，朝野上下便能看到他们的忠心和诚意，
圣上肯定也不会故意刁难他们。时候不早了，雨景虽美，毕竟风寒，还是莫要贪恋，早些回去吧。江姑娘，我有一事想要问你。如果那日我的母亲没有出事，你还会选择放手吗？时过境迁，各有忌讳，既已往前走，便已没有如果了。过往种种，因我旧日执念而起，终是我亏欠张大人，愿您定当尽力弥补偿还。可唯独情之一事，无可回头。你如今情之所向，可是谢少时？是，我主意于他。雪下痕迹，寂寥无言的缝隙，却又不停。你走的匆匆，雪中留下痕迹，现在就快被抹去，扰乱了我的语气。江姑娘，先生请你过去。什么事？今日怎么没来学琴？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淋漓深雨？昨夜睡得太晚，一觉到午后才醒，又觉得闷，便去园中逛了逛。谁知下起了雨，就索性关了一会儿。一个人观雨，不无聊？还好，正好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。圣上催着你和燕灵回京，背后态度未明。这件事你们还是再好好想想。但至于我，若继续待在这里，迟早会被朝廷知道。江家还在京中，我想……你想走？我亲缘虽薄，但总归不想牵连他们。你想走去哪儿？可以回乡避一段时间，就像我之前计划好的那样。你想走是因为江家，还是因为他？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遮？你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寻常偶遇而已，就是怕你多想，所以才没说。寻常偶遇？寻常偶遇，两个人就一起观了这么久的雨？我真不知道下雨有什么好看的，湿漉漉、冷冰冰，粘在身上扫也扫不掉。雨气一点点往身体里面钻，稍不留意就要染上风感，虽不致死，却是绵延不尽、反反复复的难受不适。江雪宁，雨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还是说你跟他真的有这么多旧情可以续？谢居安，我不是你的笼中鸟，就算我是故意去见他的，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。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以后。江雪宁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既承诺了，我就不会放手，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。江雪宁，你是我的。
销声匿迹，隐隐在中国相爱的待遇，可最后偏偏不是我和你。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走过的那些情景里，有没有真心？张雪妮，我要你。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原因，都身不由己。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们走过的那些情景里，有没有真心？是否我和你从此照亮了深远的距离？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原因，都身不由己。是我猜不出，是我参不悟命运的玄机。分清世界里未来或过去，皆没见过你。是否我和你从此照亮了深远的距离？时间的倒影，总会有一天刻不可逆。行，干什么？军中有消息递来，我来找谢居安聊聊。走。怎么了？江姑娘在里边？在就在呗，正好一起啊！哎呀，你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现在怎么这么不开窍呢？那，哎呀，这个必须得看一看。滚！我去，别拦着我，让我看一下，滚呐！看一眼，你别拦着我，揍你！让我看一眼，这眼。对。张雪妮，你是我的。我不是你的。那我是你的。我们成婚吧，我们成婚吧。姑娘醒了吗？谢大人吩咐我们来此伺候姑娘。江姑娘。这是什么？先生走时交代了，姑娘昨日吹了风淋了雨，怕你染上风寒，特意让周大夫给你煎了一副驱风寒的药。所以你们先生人呢？前线有消息传来，先生天还没亮就去了军中。天还没亮就走了？还真是干脆利落。你们先生回来记得知会我一声，我有话要和他讲。哎，那这药让他自己喝。燕家军南下之时，本就留下了足够的兵力镇守边关。边关其实安然无虞，反倒是我们眼下的处境，才是前路未明。而且，这薛氏一党还并未铲除。若要让谢居安和燕世子入京，同时又要大军撤回边关，这必是不妥。这些，圣上怎会不知？只是，如今我们兵至禹州，于京城而言，已属大军迫近。即使
我们没有反心，但圣上如何能全然放心呢？倘若让居安和燕林回京城，我怕会被扣在京城。就算圣上不会如何，但倘若薛氏趁机按下杀手，则危矣。那不如兵分3路，一路照着旨意撤回边关以安圣心，另外一路就由父亲率领留守禹州以备策应，还有一路本就是通州接来的，理应调回通州。如此一来，这一路可随我们回京，以防不测。或许可行。居安，你认为呢？兄长，谢居安。啊，我在听，你们继续。你确定你在听？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其实你不必一大早就特意过来议事，我让燕林到城中找你商议也是一样的。不用，我来这里便好。你们继续。江姑娘，你看都这么晚了，你要不先休息？我也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来。往常议事最多不过半日功夫，他故意躲着我是不是？那不是啊。我今日若是见不到他，他以后也别想见我了。啊？可是天色已晚，前线之地恐不安宁，我派人送你们回去，一路小心。居安今日有心事，不像来议事，倒像是躲人。父亲也年轻过，有些事我还是看得清的。居安与雪凝，是我想的那一种吗？这些年我看着你跟雪凝相处，也深知你对她的心意，可惜啊，偏偏出了后面这许多事。如今你心中可有介怀？他们2个自有他们2个的缘分和经历，不是兄长做了什么，只是他没有选择我罢了。但那终归是他的自由，无需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。只要他开心便好了。兄长也是一样，这么多年，他过得太苦了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心意互通的人，我替他感到开心，没有什么可介怀的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江姑娘等了你整整1天了，她可说了啊，今日若是见不到你，以后你都不必去见她了。你赶紧啊！知道了。哎，我这1天呢，心都为他俩悬着了，生怕说错什么话。哎，你说，先生今天怎么了呀？或许是因为害怕。怕？他这个人啊，本来什么都拥有，只是因为年少时的一场变故失去了一切，于是一切都变成了他的创伤。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，其实啊，他丝毫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宁愿再也不拥有。可一旦拥有了，他只会比任何人都害怕再失去。